距离出版 KO 真武雕究极困惑出货已经5年多了，最新出的这个修复再版终于是把复眼给补上了。即便如此，再版之前二手的旧版也要2张多才能到手，这市场实在是太畸形了。为了探究它究竟修了个啥，所以这次呢，我们又整了一盒全新的老版来对比看一下。包装设计一样 ，SF 的字样抹去了，侧面的烫印文字有保留，然后就是字体呢是加粗了。打开盒子可以看到修复版这次悉数没有上胶带，内容物都是和万代一样，一个替换头5类替换手型，还有一张说明书。然后我们拿出来主体看一下，可以看到这次给的复眼呢没毛病，也没有像他家其他的空我一样有个洞，脚踝装甲也没有前后装反。整体看起来大毛病的话就是单南胯比较明显，然后就是左胳膊肘还有右膝盖是没有插到底的，给它拔下来重新怼一下。可以看到关节之间的缝隙呢控制还可以，整体看起来它的毛病除了单南胯比较突出之外，就是身上的金色线条呢涂的是不还原的，应该是香槟金，它这次是涂成了古铜色，所以一会儿我们需要拿一个老版来对比一下颜色。它的重量方面是56克，老版之前我是没有做过视频的，懒得水一期的就一起看。刚开盒肩胛就掉了按不上，原来是因为它里面有个飞边需要切掉，这样就没有干涉了，不过安好之后会一碰就掉。它的脚腕护脚也是安正了，不过手腕呢需要调整一下角度。这2个版本胳膊肘和膝盖的缝隙倒是差不多大，不过它的手腕实在是做的太突出了。去年再版的这一批单南胯应该是最不突出的了吧？不过胯部的缝隙是这次再版的更小一些，也就是说一会儿能把这个胯缩一下的话，效果会更好。关于金色发色问题的话，就是这次再版是明显要比之前要偏黄了很多，之前版本呢是很接近于万代的发色。这种古铜色虽然说不还原，但是有一个好处就是它的遮盖力会更强一些，毕竟是在黑色底上打底嘛。你看这个香槟金涂的呢是很淡了，本身的色差也很严重，胸口涂的更是灾难，要么一色，要么涂不够还漏一块。这次再版的线条明显要更干净利索很多，不过这灰色的线条呢还是有些抽象，不过比起之前的偷色漏色，这次是有补上。之前版本的头可以看到里面不光是没有复印细节，还有很多的胶水，水口切的也很残暴。这次再版的水口平整了一些，复印的红色发色竟然还挺亮，没有像其他的 KO 红色一样比较暗。耳朵什么的细节应该都是旧规，看起来和老版一样。可惜的是腰带没有修复，可以看到依旧是透明件阉割，细节沟壑没有给渗线。关节方面，老版的关节是很松，而且右肩胛一碰就掉，左胳膊严重大虚位，右胳膊肘特别的松，脚腕的上下活动呢也是特别的松。修复版这次肩胛关节是没问题了，肩膀也是紧实了很多，不过依旧是会有大概30度的虚位，其他老版松的地方基本上都有解决。除了腹部前后可动依旧是很松，可动方面可以看到低头幅度比较一般，抬头还可以，转动没问题。胳膊的平台可以轻松的超过90度，大风车没问题，大臂根可以平转，胳膊的曲轴幅度可以达到150度，脚臂装甲可以平转，手腕埋着比较深，但可动还可以。然后就是老真武雕竖体，它是可以延长一截正前可动嘛，我一般习惯性拉出来一点进行展示，因为它的胸太宽了就会显得躯干太短。胸腰部的前倾后仰幅度比较一般，转动也不怎么样。胯部侧踢让位轨道实在是太短了，所以和单南胯有干涉，只有45度，前踢后踢倒是能够达到90度左右。大腿根可以平转，屈膝幅度是90度多一点，会回弹。脚腕左右基底性还可以，脚尖又可动。一圈把下来之后，除了前面提到的问题之外，关节阻尼感还行。左肩膀虚位的话，把它顶到最上面去，就不会产生这种情况了。配件方面就是一个黑木头，一对点赞手，一对武器握持手，加上3对炮持手。手背甲上的纹章比细节要小一圈，不过倒是能够对得上，不会歪。身上的这些小细节涂装呢，倒也是没有歪，而且呢，漆面还是涮得上细腻。每个版本的黑木头雕呢，都不是透明件，也没有复眼，水口是开在了右边，而不是像红木头一样在左边。替换头雕里面会多塞了一个关节，这样的话插拔就不会困难了。关于修复的话也比较简单，这个单南胯可以直接拆下来，它之所以会凸出来一截，就应该是有干涉。关节上面的水口呢给它切掉，然后也顺便打薄一下，能减少干涉。胯里面那一圈呢也是给它狠狠的打薄，每打薄掉一层呢就再装上看一下效果，一层层的打薄，防止切过头。胯部车体也是这一个轨道太短有干涉嘛，给它加宽加深一些，切到能从外面露出来一点就行，这样的话就可以正常侧踢了。之前是只能踢一点，而且和胯部有干涉。胯部顶端出厂是带了一些热熔胶，所以我们只需要用502大法给它加固一下就行。腰带的细节给它渗一下线，宝石上涂一层指甲油，模仿透明件的效果。由于我们有视频画面是用清水模拟的，总之修完之后摆摆 pose 还是能看的。比起去年这时候1000的二手万代，现在价格竟然还能翻倍了。KO 也能炒上2张多，21年更狠 KO 3张多，显得这次修复再版竟然还有性价比了吗？